全宗门都被小师弟害死，最后又全部重生了，而我是第一个重生回来的。前世小师弟是全宗门的团宠，而我则是师尊和师姐们最讨厌的人。那时我每天给他们当牛做马，还以身涉险出入魔窟，寻得各种宝物丹药助他们早日飞升。可他们非但没有丝毫感恩，还将我丢给魔君虐杀，只为讨小师弟欢心。现在他们也重生了，他们记恨那位白眼狼小师弟，想把宠爱都给我，弥补对我的亏欠。可这次我只想将所有人一个接一个的毁掉。给全宗门当牛做狗的第10年，女师尊收了小师弟，他一跃成了全宗门的团宠。在我用毕生道心发誓，告知众人小师弟恐是魔修卧底时，他们丝毫不信，反倒嘲讽我是眼红小师弟受宠，栽赃陷害他。第二天魔界大军杀上门，将小师弟掳走，他们更是毫不犹豫将我推出去换小师弟，放了柳尘，我可用匪夷和你们交换。彼时我刚因重伤呕出一口鲜血，扭头不可置信地看向师尊白沁然，我才为他挡下了魔修的致命一击，他竟转头就要出卖我。白沁然眼神躲闪，叹了一声道：匪夷，柳尘他修为尚浅，如今又将为人父，不像你皮糙肉厚的，就算落到魔族手中也定然无恙。待为师安顿好柳尘，自然会去救你。救我？刚才魔界大军压境时，是白沁然觉得他们不堪一击，主动带着小师弟迎战，嘴里还笑着嘲讽：小小魔修不足为惧，柳尘，为师带你去宰他上千魔修玩玩。谁知魔军皆是有备而来，白沁然败下阵来，只堪堪以伤换伤逃走。柳尘师弟则落到了魔军手中，明明是他的自大害了师弟，现在却要牺牲我来为他的行为买账，我的命就那么贱吗？不等我反驳，昔日一直被我以天才地宝喂养成宗门顶梁柱的师姐们也纷纷开口：对啊，二师弟，你有那么多宝物和金丹在身，还怕这些魔修做什么？被我从山下救下一条命，从小带在身边疼宠的小师妹竟也弱弱的出生。二师兄，柳尘师弟他救我过一次，你就帮帮他好不好？我看着这群义正言辞的同门，怒极反笑，破口大骂道：金丹宝物不都喂到你们嘴里了吗？至于救命之恩，我对你没有吗？老子还养了你10年，现在你这个白眼狼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。我咬牙撑起身子，正要继续怒斥他们，白沁然却隔空锁住我的脖子，毫不留情将我扔到了10万魔军丛中。他还十分贴心地为魔军锁了我一身修为，生怕我这份鱼肉诚意不足。魔军互相交换了一个眼色，立刻上前把我五花大绑，将柳尘推回白沁然身边。随即黑白两方双双各退一步。可下一秒，我忽然听到白沁然一声惊呼：柳尘！我忍着浑身的剧痛抬头望去，只见柳尘一脸阴狠，手中的利刃直直刺入他的背部。被刺中要害的白沁然身形一顿，瞬间跪倒在地，呕出一口鲜血。柳尘得意一笑，一甩衣袖，释然转身，他身后的魔族士兵瞬间跪趴下去，拜见大祭司。白沁然和一众师姐妹们霎时怒目而视：你是魔修之人？柳尘冷冷一笑，根本不屑与他们废话，挥手施展起秘法，魔修大军立刻实力大增，澄清压之势瞬间将玄清门击溃。宗门被屠戮一空之后，柳尘自然也没有放过我，他恨我曾揭发过他的底细，决意用最残忍的手段折磨我，将拥有不死之身的我关入玄铁刺龙，投入黑海，令我在溺死和苏醒中无尽轮回，被抛入海前。我强忍着五脏六腑被刺穿的痛感，几乎要将他瞪穿。柳尘，我一日不死，这些痛苦定将100倍奉还于你。他大笑着将斩言猛然插入我的心脏，拍了拍我的脸：一个只配捡我垃圾的废物，去黑海底做你的白日梦吧。下一秒，扑通一声，我在黑海底感受着逐步窒息的痛苦，又在濒死边缘瞬间清醒。大约经历了成千上百次死亡后，一篇魔修心法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里，我立刻集中精神，发觉自己竟然能以极快的速度参透这篇名为《拘魂潜将》的心法。习读完最后一句咒语后，我忽觉身体一轻，鼻腔里的窒息感猛然消失，再一睁眼，面前竟是我最熟悉不过的玄清门洞府。小师妹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：师兄，明日是小师弟入门的100日纪念日，师尊在紫清殿宴请众人，让你多去采买点小师弟喜爱的吃食和衣物。我略一愣怔，才发现自己竟然重生回3年前了。小师妹还在念着：对了师兄，师尊和师姐他们还说你宝物丹药众多，记得为师弟准备一份大礼哦。我草草应了一声，心底暗自冷笑，大礼我的确有份大礼，只是不知道柳尘小师弟能不能承受得住。上一世正在全宗为小师弟欢庆的100日宴，我提醒他们小师弟与魔修私下通信，恐是魔修奸细，可他们却怎么对我？非但无人信我，还嘲讽声不断。师尊白沁然厉声训斥我：匪夷，不过是因为柳尘成了为师更偏爱的亲传弟子，你就如此记恨，甚至出言污蔑，这般品格简直有辱师门。各师姐也是嘲讽不断，接到我是因不如他受宠而故意针对他，甚至还在被魔修围攻时毫不犹豫把我扔进敌堆，用我换了他们心之所向的团宠小师弟。既然如此，这一世我便不做这个坏人。我想知道，当他们看着自己奉若至宝的男人血洗了整个宗门的时候，会不会悔不当初？会不会恨不得杀了曾经被猪油蒙心的自己？我到达宴席现场的时候，莺莺燕燕正围着柳尘嘘寒问暖，见我到了，都先关注我带了什么礼物。大师姐最先按捺不住，大嗓门嚷嚷起来：匪夷，今日可是柳尘师弟的100日宴，你怎能空手而来？小师妹也深深皱起眉头：师兄，你识海中有那么多法器丹药，为何如此小气，不肯为柳尘师弟准备件上好的礼物，助他修为进阶？柳尘立刻调整成一副宽容大度的表情，安抚众人：我自知入了师门，抢走了师兄唯一亲传弟子的位置，引得师兄不快，师兄看我不顺眼，有气撒在我身上，是人之常情。在下修为浅薄，又是后进门的弟子，自然应当受着师兄的气。旁边的师姐妹听完，立刻心疼不已，连忙端茶擦汗，送上各色宝物，纷纷夸赞他境界开阔，同时不忘狠狠拉踩我小鸡肚肠。如此云泥之别的对待，不管哪一世都没变过。上一世我拆穿了他的细作身份，他对我怀恨在心，于是仗着自己团宠的身份对我各种欺凌。我自幼养大的灵宠坐骑，他直接抢走，只因坐骑不听从他的命令，便将其丢下山崖，生生摔死。我布满天才地宝和各类法器的洞府被他强行霸占，后来又说风水不好，将洞府彻底砸毁后丢弃，转头向师姐妹们恶人先告状，说是我为了将他赶出师门，甚至不惜自毁挚爱之物，栽赃陷害他，带着宗门所有人孤立我。后来还故意害我尸海受创，全身修为被废，知我不死，便将我投入海底，永生遭受窒息的折磨。如今重生归来，他仍是一样的阴险歹毒，可我自然不会再让他得逞。我嘴角一扬，单手捏诀，默念起拘魂潜降的咒语：柳尘，待会这些师姐妹重生回来，不知会怎么对你这位魔修间谍小师弟。我可是拭目
目以待。柳晨喝了会儿茶，又接了不少宝贝法器，终于缓了脸色。今日是在下的百日宴，师兄却该赠礼。我见师兄手中那柄斩炎与我修习的心法恰巧契合，既然师兄空手而来，那便将斩炎赠予我，再附加百颗金丹作为赔礼即可。在下并不贪心，绝不多要。说这番话的时候，只见他义正辞严，哪有半点受气模样。我暴毙看着他眼里的盘算，比起上一世强斩炎时，有过之无不及。斩炎乃是我从尸海中取出的第一件法器，他本身已具备仙品剑灵，却在第一时间主动对我认主。无数次生死决战之际，都是他拼尽全力护我周全。于他人而言，这是人人觊觎的神器；于我而言，却早已是出生入死的至交。他甚至隐约与我的过去有极强的羁绊，与我的尸海紧密捆绑，生死与共。可即便如此，上一世只因为柳晨的一句想要，师门众人便不由分说地将斩炎从我手中强而去。那时我只有筑基之境，无法充分催动仙品神器斩炎，与一众金丹元婴的同门抗衡。我忍着钻心刺骨的痛，跪下哀求白沁然，斩炎于我而言如同手足，恳请师尊将他还给我。斩炎还和我的尸海相连，强行夺走他会重创我的尸海，尸海被重创将会魂飞魄散，纵使气运强大躲过一死，也会修为大减，根基尽损。柳晨当然知晓此事，他当真阴险狡诈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饶是我卑微哀求至此，白沁然还是怒斥我自私自利，不顾同门之情，不过是不愿将宝物让与师弟，便演这么一出苦肉戏。随即玉手一扬，化神修为尽出，抬手便斩断了斩炎和我的尸海联系。后来大约是我灵根强大，侥幸活下来，却根基尽毁，从此变成了废人，更为师门所厌弃。小师弟却是拿着从我身上割下来的斩炎，杀出了赫赫威名，更是用这柄神器灭了全宗满门后，插入了我的心脏。这一世情景再现，柳晨坐在众星拱月的位置上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手里的斩炎，毫不掩饰其中的贪婪和得意，似乎已经胜券在握。周围的师姐妹总是争着当他的红颜，抢着在他面前表现自己。此时他正期待着这群女人会为了他一拥而上，把我踩在脚底，然后看我哭着跪在地上求饶，被他夺走最重要的神器。匪夷，你想好等下怎么跟我下跪道歉了吗？他暗自凑近我，语气嘲讽，紧接着又开始故作卑微。师尊，我看不必为难大师兄，他故意针对我，只怪在下才疏学浅，不配做您的弟子。可殿中的众人却只是呆愣在原地，似乎一个个都失去了神识。柳晨等了片刻，发现无人动作，笑容僵硬了一瞬，他站起身，疾步走到白沁然身边，一把揽过他的腰，姿态亲昵。师尊，您对我向来偏爱，虽然我和斩炎极有缘分，但大师兄若是不愿割爱，那便算。片刻愣着后，白沁然终于回过神来，他抬头看向睥睨着我的柳晨，眸中却瞬间涌起巨大的怒火，啪，抬手便是重重的一巴掌。低贱的东西，敢觊觎匪夷的斩炎，你也配？柳晨被这一巴掌扇愣了，缓了许久才捂着红肿的脸扭过头，诧异至极。师尊，你打错人了，师兄在那儿，我是柳晨了。白沁然冷笑一声，直接一脚踹在他的膝盖处，打的就是你。这一脚力度极大，将本就修为不高的柳晨踹得直接跪倒在地，他双膝瞬间粉碎，只能慌不择路的在地上匍匐，爬到大师姐的身下，紧紧揪住她的腿。大师姐，师尊他怎么了？下一秒，一只玉手直接死死掐住柳晨的脖子，将他从地上提起。柳晨的脸涨得通红，手脚死命挣扎着，正对上大师姐愤怒至极的凤眸。明明数分钟前那双眼里还满是对他的爱慕和痴迷，此时此刻却只剩下了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的恨意。柳晨呼吸困难，说话也变得断断续续。你们为什么？嗨！大师姐另一只手召唤出自己的佩剑，直接抵住柳晨的胸口。你这只狗还在装什么？你不是很威风吗？魔教大祭司。柳晨霎时瞪大了双眼，不可能，你们怎么？紧接着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蓦然将视线投到一旁看戏的我身上。是你？我笑着耸了耸肩，他眼神瞬间发狠，但还没来得及挣扎，就被修为极深的大师姐一掌锁喉，掐昏过去。我看完这出好戏，拍了拍手上的灰尘，施然走出了混乱的大殿。他们将柳晨关进了宗门的地牢后，召集全体弟子商议对他的处置。白沁然高坐殿上，仍旧是一副清廉灼灼的清高模样，他微微仰着头，自信开口道：尽管不知缘由，但既然如今我等一起重生，那么便是天赐机缘，此回提早抓住奸细，抢占先手，3年后的大战定能一举拿下。其余众师姐妹皆在阶下齐声喝彩，仿佛此时已是大胜之后的庆功宴。我只是勾了勾唇角，低头不语。一旁的大师姐却对我的态度很不满，她皱眉斥责我：匪夷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既然已知小师弟是魔修奸细，为何不早告知大家？我略一挑眉，抬头看她，小师妹最先反应过来，拉了拉她的裙摆。她略一愣怔，才想起上一世我也是在百日宴上提醒过众人，只是无人相信。她讪讪地扭过头，脸涨得通红，但语气缓和了不少。你当时只是随口一提，大家不信你也是自然，是师姐错怪你了。嗨，她看似态度端正，实则只是怕和我撕破脸皮，日后无法再从我这获取丹药宝物修炼晋升。我心底冷笑一声，没有表露。白沁然也清了清嗓子，打破尴尬的场面。灵儿只是护宗心切，言辞激烈了些。匪夷，你不必和师姐置气。随即正色道：但与魔修一战乃是头等大事，我等需要尽快提升修为，方能抵挡进攻。小师妹立刻会意，接过话头：师尊说的是，之后我们在二师兄丹药宝物的支持下，还得更加勉力修炼才行。话里话外早已将我的东西看作是师门共有之物，似乎我天然就该奉献出来。我入仙门修炼，本是为匡扶正义，庇佑苍生，所以上一世我不仅自己勤勉修炼，也甘愿主动奉献宝物提携同门。可不料久而久之，他们不仅不知感恩，反倒将之视若理所当然，到最后甚至仗着自己修为高于我，经常强抢。如今重活一世，他们惯性的以为我还是从前那般无脑护宗，只要软硬兼施，就能令我继续为宗门当牛做狗。白沁然赞许的点了点头。匪夷，你自幼便识得大体，又处处以宗门为重，如今大战在即，你且将秘宝与丹药悉数献出，我等分配一二也好，尽快提升宗门战力，应对日后决战。众人盯着我，目光灼灼，我看着他们眼中毫不掩饰的贪婪之色，淡淡笑了笑，没有言语。众人只以为我与从前一般默许，皆松了一口气，满意的散了。玄清门进入了备战状态，只是众人勤加修炼的同时，也会频繁进出行堂。我心下了然，便挑了一日去地牢看望柳晨。看到他的第一眼，我竟没有认出他被单独关押起来，双手双脚锁在刑架上，看起来非人非鬼。昔日白衣飘飘、状若谪仙的小师弟，如今衣衫破烂，满身血污，浑身都是鞭痕和
何伤口，下半身竟被刀剑刺得血肉模糊，伤口流脓。看来被关押的这些日子，那些女人用极了最残忍的手段折辱他。听见脚步声，他下意识的浑身瑟缩了一下，他抬头缓缓看向我，眼神聚焦后，瞬间愤怒的浑身颤抖起来。一定是你这个窝囊废害的我，你用了什么下三滥手段？但是你高兴不了多久了，我已经用秘法让魔族提前攻进来，到时候你的师尊师姐们都会被心狠手辣的魔族玩弄，甚至整个宗门都将覆灭。我不由大笑起来。